Welcome after Diary， 各位，今天跟着我们的伙伴一起出游韩国喽！各位，如果你要去那个看世界塔的话，我们要坐这个绿线去尝试的位置。那目前我们在历史公园，要往这个方向。各位，你们看到这边一个乐天超市进去，这就是我们的乐天世界塔里面啦。全韩国最高的建筑物，带你们看一下。从我们的乐天世界塔，我一路往上，你们看一下这栋建筑物有多高，500多公尺，123层楼。我们刚刚就在那个人最上面看风景的，好吗？这么的高。各位，这边就是我们的首尔 Sky 的售票处啦。然后它是在 mall 里面，然后可以进来里面买票。但我们是因为在 Klook 有先买，所以呢，我们好像在那边换票就好了。OK， 那我们从这边进去啦。各位，你进来，你买那个票不用跑到很远，你只是要跟他讲你要再多换水族馆的门票，他就会给你这一张。我们要这一张才可以进来这个世界塔里面呐、各位。再次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你是买 KKday 行程，有买水族馆跟乐天世界塔一起的朋友，真的就在售票处，你只要跟他讲说你要再换水族馆的票，他就会给你 QR code， 不要再到处乱跑了，各位，分享给你们。这个就是前往世界塔的电梯喽。各位，我们现在人在118楼这边，首尔世界塔上面。哇，看到下面密密麻麻的房子啊，乐天世界的那个哦，棒球场。各位，下面就是我们的乐天世界啦。刚刚有很多游乐园，一堆人要逛的这城堡在这边，从这里面就可以进去到里面。哦。然后呢，118楼楼上呢也是一圈的观景台，是360度可以环绕我们整个首尔市区的。哦，各位看，我们的乐天世界塔总共555公尺，123层楼啊。那我们现在呢一路已经达到这边了118层楼的地方。现在上面很酷，还有一个户外的空间是可以出去的，有人会做一些比较那个挑战的活动，会在这边。各位，我现在人已经来到乐天世界塔里面啦。虽然有去过很多地方的高塔，那因为乐天世界塔现在是世界排名第6的高塔，想说一定要来这边看一看，然后顺便看一下首尔的风光跟美貌。哦，那不愧是高度500多公尺的，确实很高啊。哇，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整个首尔市区啦，还有这边这个透明玻璃，挑战你的勇气啊，直接踩在我们的韩国首尔上空啊，欣赏整个一望无际的美景啊。各位，这是另一侧在韩国非常大的一个河流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条是什么河呢？在韩国这边非常大的一条河流。啊，各位有这个金币啊，我很喜欢的这种金币，得用一颗。各位，这个是我们乐天世界塔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塔样。OK， 然后背面呢就是它的一个那个塔身，上面很可爱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点心部，可以卖点心、吃东西的。哇，大家韩国人的祝福，或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祝福许愿，都会挂在最高楼层的地方啊。楼上还有一些插画作家，可以立刻帮你作画，非常酷吧？一上来就看到一个超级大朵的花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120层楼了。120层楼是可以走出去外面的哦，可以感受一下风吹的感觉啊。哦，外就是一个这样的空间，然后很多人就会在外面拍拍照。
走去外面，带大家感受一下外面的气氛啦。这里是4286，各位，这个就是上面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又上一层楼，121了。你从118楼可以一路坐手扶梯上来，这上面有一个很棒的空间，是喝咖啡啊，站在这边看到远处的风景，你看这整面超级 chill 的。虽然今天天气有点雾雾的，但是呢，还是可以看到蛮美的风景啊。嘿，漫游在全世界第6高的建筑物乐天世界展的121楼的地方。是超 chill 的，超安静的整个高空哦。换个角度来看看我们的乐天世界塔啦。那结束了整个世界塔活动后啊，我们随机点了一家猪肉汤的店啊。各位来到韩国首尔，一定要喝一碗热热的暖乎乎猪肉汤，代表韩国的食物啊非常浓郁好喝啊。而且这个猪五花哇油脂我超爱，各位来一定要喝一碗啊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准备要来去水族馆里面啦。这个是 KKday 买的套票，好像是900多块，然后就可以去世界塔跟这附近的水族馆咯。那这次的套票，因为有水族馆的门票，就一起来参观一下我们乐天的水族馆啦。从这里进去，旁边有一些卖票的地方。那乐天水族馆啊，当然有一面非常大面的玻璃帷幕，可以让你坐在这边欣赏鱼儿在里面漫游的姿态啦。乐天水族馆的鱼类种类非常的多，我也是很推荐亲子啊，还是来首尔的人啊，可以来这个水族馆参观看看，可以欣赏到非常多不同的鱼种哦，包含了鲨鱼啊，还有各式各样的鱼类，真的非常的好玩。尤其夏天来这边吹吹冷气，欣赏一下水族世界的样子，是不是很美好啊？他们是夫妻。超喜欢那个洞窥式的感觉，你们看，超梦幻的，好像坐在潜水艇里面哦。那这边呢，还有非常著名的动物海狮。各位，我们这里的海狮超级多，有个海狮区啊。经过这个漫长的隧道，海狮就在我们头上游过去，穿过洞穴，真的非常的近，可以欣赏它们曼妙的游泳姿态啊！哇，这也算是我人生第一次看海狮哦，超级近距离的。各位，你们看。海豹的高度啊，这个大致200公分，小只的是100几。当然，这边还有超猛的水獭啦，非常调皮捣蛋，不信你们看。当然啊，不免俗的还有灯光水母啦，哇，各式各样的水母呢飘扬在其中，真的蛮梦幻的呢。这是什么？机器鱼吗？哇，它们跟机器鱼住在一起啊！我觉得这很棒的地方是在后面还有一个亲子互动的地方，带小朋友的人会很喜欢这里。
可以跟那个鱼儿互动啊，然后玩。哎，这个超好玩的，现场啊还有这个喂鱼的活动，可以有这种奶瓶啊，然后呢就会有鱼啊鸽子来抢奶的那种感觉，哇，亲子互动应该会超爱这个环节的，超棒。各位，我现在人呢就位于我们的水族馆里面啊，它里面展示了各种鱼。刚刚最惊奇的就是有一只鳄鱼，超大只，然后可以近距离隔着玻璃灯看它。OK， 我们来到的是鲨鱼的研究室哦，解剖一下鲨鱼通奸的事件。OK，Big Shark， 挺黑啊，超大只的，好不好？在海里面呢，海洋的霸主，可怕了。这个超酷的，各位，你们有现场摸过鲨鱼的皮吗？这边竟然有个互动区，可以让你摸摸看不同鲨鱼的鱼皮啊！我真的觉得这个超酷，超要跟大家分享的呢。哇哦，各位，现场看球还有那种鲨鱼头可以拍照互动的啊！来到可爱一点的地方啊，不免俗，当然呢要来到我们最可爱的企鹅馆啦。这个动画大家一定有看过，现场的企鹅啊，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啊。每个企鹅呢还不怕人呢，都会站在玻璃旁跟你互动，像是这只在思考人生吗？外啊，可以拿上这个有点像逗猫棒的东西呢，在玻璃旁呢会有很多企鹅围过来呢，跟你做一些互动，蛮有趣的。我当然呢也是在那边挥啊，只是没有企鹅过来啊。这个超酷，还有整个企鹅家族的族谱呢。其实我蛮推荐的，如果来乐天世界塔或乐天世界，可以再来水族馆看一下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我觉得水族馆的鱼还蛮多的，而且其实比想象中的大。然后外面其实很热，现在里面有冷气吹，超级舒服。对啊，我会建议会比较需要多一点的时间，至少要4-5个小时，安排起来会比较不会那么赶。OK， 然后去看这边最厉害的星空图书馆，他们要找的就是在这个 COEX 的那个 mall 里面。哇，各位在眼前呢就是我们的星空图书馆啦。哇，这个星空图书馆的墙面真的非常的高啊，然后呢，整个区域啊非常的漂亮，有点震撼。那下面呢就是一个看书的区域。啊，各位，这就是星空图书馆啦，在 COEX Mall 里面。那每个人来呢，一定会坐上这个手扶梯啦，慢慢的往上，回头看着后方的图书啊。各位，这边的书呢，都是真的有书本的哦。各位会看到这边的区域啊，非常像是咖啡厅，大家可以在这边喝杯咖啡，坐在这个位置上休息一下。那这边的位置也都有充电，可以让大家好好休息，看看眼前星空图书馆的风景啦。那各位来这边一定要点上这里的一个咖啡啦，很推荐这间店。这间店呢质感非常漂亮，纯白简约，他们的商品也很美。那简单的点上了一杯咖啡，好好坐在星空图书馆下喝一下喽。接着各位，我们来到山上，要来参加什么行程呢？嗨，各位，我现在呢正在参加导览活动，然后导览呢它会佩戴这个耳机，然后一路就是往洛城山区走动。然后此次的导览啊，其实有蛮多外国人跟随的，然后他就是一团一起这样出发，在 Airbnb 可以预定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呢开始逛这边的地区。那各位，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出发爬山喽。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大雪一路爬上来了。哇，各位你们看，我们在洛山公园外的夕阳，一路看过去可以看到我们的南山首尔塔。各位，我可以来总结一下，目前到现在呢，我们呢听下来，我觉得导游呢领队他的英文讲的没有很难，是简单的，大概是你有个国高中的英文程度，能听得懂一些。然后呢，他会介绍这边的历史文化给你认识，包含这边的壁画，它的一些韩国的故事。所以我觉得想要深入旅游的人是蛮可以来这边听听他的讲解的。OK。各位，洛城以前的那个这好像是以前的古城，哇！上面有一个平台，然后可以看到整个首尔市区的夜景，蛮推荐晚上来这边散散步，
然后从这上面呢直接眺望整个首尔市区，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，而且晚上走超凉。各位，我人现在正在洛山公园这里，走这个古城墙旁，然后外面也是首尔市区了。Hello， 各位，我现在正在古城墙外啦。刚刚是在城墙内，那现在是走在这个城墙外，旁边呢就是我们其他首尔的风景。然后这个城墙啊，我很久以前就已经筑好，而且你看非常的高，这比例图，你看它上面的石头不一样，有这一种的，也有这种大方石的。哇哦！那我在它旁边呢，大概这边的高度有大概3个我左右。结束旅程后啊，各位，如果你们喜欢洛山公园，也喜欢文化历史的朋友啊，非常推荐你们报名这个行程，可以让你们了解当地的文化历史哦，超推！简单结束旅程后，我们呢来吃一下韩国道地的食物啦，海鲜煎饼跟我们的石锅拌饭咯，哇！真的是美好又充足的一天呢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分享跟订阅哦。各位，我们韩国下集见，拜拜。